因为这一条几秒钟的视频，杨奶爸曾遭受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网暴，说他虐待并殴打大熊猫。但真正了解杨奶爸和蔓越莓的网友都知道，他们之间的感情可以说是亲如父子。杨奶爸之所以会拍打蔓越莓的后背，是因为他被胡萝卜卡住了。尽管奶爸已经非常细心的把胡萝卜给好袋儿切成了条状，但因为蔓越莓特别喜欢吃胡萝卜，通常都是一抓一把直接往嘴里塞。当时情况紧急，杨奶爸尝试拍打他的后背，让他把胡萝卜吐出来，最后使用了海姆立克急救法才算化险为夷。杨奶爸抖的这几下也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毕竟当时他的好袋儿已经有100多斤了。但从蔓越莓的配合程度，也能感受到他们之间有多么的信任。蔓越莓可以说是由杨奶爸一手带大的，他从小就是个爹宝熊，整天黏着杨奶爸。这对父子之间有过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。有一次杨奶爸打扫卫生时，蔓越莓就跑过去抱住奶爸的腿捣乱，于是杨奶爸一把就把他放进了桶里，而蔓越莓却以为这是杨奶爸在和自己躲猫猫，他就老老实实的躲在桶里一动不动，直到杨奶爸忙完手里的活把他放出来。调皮的杨奶爸还会从好袋儿的头上跨过去，气得蔓越莓直接撒泼倒地。杨奶爸还会把蔓越莓和蔓越炭放在秋千上，把他俩拉得高高的，然后猛地一松手，这兄妹俩在空中荡得乱七八糟。杨奶爸充分演绎了没有危险的地方，他就是最大的危险。杨奶爸还曾在晚上去看蔓越莓，为了让自己的好袋儿陪自己玩追光的游戏，不惜用盆奶当做诱饵。盆奶哦，带带，在上面吃饭再摘哈，绝对给你摘一毛摘一个，只能带，不能看。听到会有这么丰厚的奖励，蔓越莓拼命的去抓手电筒的光，可他怎么都抓不到。直到蔓越莓长大后，才知道他被奶爸给骗了。原来手电筒的光是抓不住的，而且杨奶爸是一个拍照狂魔，蔓越莓就是他的御用模特，给大头儿子戴帽子，头上顶盘子，这都是常有的。即便是用荷叶做个帽子戴在头上也勉强能接受，只是这个麻袋造型真的是一言难尽。而且杨奶爸拍完还十分自信的拿给蔓越莓看，气得蔓越莓想打他。有时候他也会拿着自拍杆和兄妹俩亲密合影，蔓越莓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和杨奶爸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吧。最近胖妍吃冰卖惨栽赃奶爸未果，网友反而同情奶爸，并嘲笑他吃洗定水冻成的冰块。毕竟他300斤的体格子也不是吃洗定水就能吃来的。于是胖妍这个鬼机灵又想出了新招数。胖妍把他心爱的小粉凳推到墙边，贴着墙坐下，抬着小脑袋，还整得挺伤感，像是在说大家都来看啊，奶爸体罚我，还让我面壁思过。不知道奶爸最近哪里得罪了他。胖妍最近一直致力于把奶爸送入网暴决赛圈。他是忘记小时候贪玩不吃饭，奶爸都是提着桶追着喂吧。我们的大胖妍也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，所以才能那么放得开，做一个无忧无虑没烦恼的快乐小熊精吧。最近胖妍可能是到了叛逆期，除了上房揭瓦这些常规操作外，只要奶爸一喊他，就立马进入睡觉模式。我演我，你两个没塞住，快点！对呀，慢慢都回来呀，乖，回来，小乖，吃水，吃水，来。领烟，就这样，2个奶爸领烟，嗓子都喊冒烟了，也没把他叫醒。毕竟谁也没有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小熊。第5天不回家了，变成野孩子了，心太野了，不想回家。就这样装睡拿捏奶爸几天后，奶爸奶妈也学聪明了，喊几声把吃的放下就走。胖妍见奶爸不喊他了，自己还假装刚睡醒，伸个懒腰，还用一个极其怪异的姿势下吊床，不仅尴尬。胖妍真是300斤的体重，299斤都是心眼子啊！是什么原因让墩墩奶爸扔下小五撒腿就跑？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那天到了下班时间，芒仔怎么都收不回一身反骨的小五。见小五不为所动，芒仔转头就自己回家了。心想这般谁爱上谁上，老娘1秒也不多待，扭着屁股甩着头，开心的像个老 baby。芒仔回到家就喊墩墩奶爸出来帮他收娃，结果奶爸见到小五就忘了芒仔交给他的任务。和不想回家的小五玩起了游戏，芒仔看这么久，他的好再次射击的砸门又是摔盆，把墩墩奶爸吓得赶紧回去查看情况。墩墩奶爸被芒仔一顿批评后，为了赶紧完成任务，那是硬生生的把小五从树上抠了下来。心想小祖宗赶紧回去吧，要不你妈就要锤我了。这一幕也刚好被隔壁的2个吃瓜群众看到。艾姐心想还是3姨厉害，正好给我报了那天被墩墩奶爸甩飞小苹果的仇。芒仔最近爱上了儿子的这个大飞机玩具，那是喜欢的不得了，每天都要上去玩一玩，甚至还在飞机上标记，有时候还要强迫小五跟他一起玩，就像之前爬树一样，反正这飞机也是非玩不可。
结果一个不小心，小五就掉进了机舱里。盲仔见状，赶紧跳进去捞儿子。一顿操作过后，盲仔是把小五捞上来了，可他自己不知道是卡住了还是怎么的，怎么都上不来了。看这样子，把小五急得要再跳进去救妈妈。这母子俩在这上演了一出感人至深的亲情大戏。好在盲仔最后爬了上来，还回头摸了摸小五脑袋，好像在说妈妈没事别害怕。这娘俩整天一出又一出的整活，真像两个活宝。这张照片就更搞笑了，盲仔这架势像在说儿子坐稳，老妈带你兜一圈，而小五惊恐的眼神像在表达老妈你可别闹悠着点啊。原来大胡子塞牙都和别的熊熊不一样。网友辣评老光棍平时说话夹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塞个牙看着也那么夹？金虎应该是在互联网上混得最惨的一只大熊猫，每天要被网友喊800遍老光棍还不算，但凡是看见飞鱼妙音无聊或者不开心了，都说要把金虎给他们送过去玩一玩。就连远在天津的喜乐二姑奶奶发脾气了，也都说把金虎送过去给二姑奶奶解解闷，直接给金虎整了一个大无语。大骂说难道我金虎的命就不是命吗？大家都知道金虎的姐妹很多，所以有数不清的外甥，也因此金虎被称为国民老舅，只当老舅也没啥问题。只是他的这些外甥们但凡有点什么风吹草动，大方的网友们都开始纷纷随礼。按说随礼就随礼，网友们还偏偏都要记到金虎头上。大胡子每天都是熊熊家中做账单添上来，每天卖力营业，最后还是还不清的债。金虎真的活成了互联网上最惨的大熊猫，但看他那贱嗖嗖的样，这也多半是自己挣来的。平时不是趴在木架上偷看飞云，就是趴在门缝下偷看，结果被飞云发现，直接就开揍。结果飞云打了金虎几下，他还不走，气得飞云直接就开咬。还咬啥？啊！飞云啊！你别咬俺金虎啊！咬俺脑袋干什么？飞云啊！咱就说飞云咬他是不是一点都不亏呢？高高的后代有多奇葩？女儿像老爹一样热衷编制，3个儿子却个个摆烂。他们不仅都遗传了高高的身高，大儿子美声和二儿子云子还都遗传了高高的睾丸癌。身为爷二代，本来应该会被选作大种公，却因病早早嘎了蛋，在动物园里好吃好喝的供着，提前进入养老模式。现在就剩下小儿子小礼物在风中瑟瑟发抖，目前12岁了，也没有参与繁育。不同于高高的儿子，他的女儿回国后被寄予厚望。大女儿苏玲因为野二代基因好，回国后即被列为野培梯队的1号种子选手。苏玲也不负众望，很快在半野化环境下生下大儿子云慧。刚开始一切都很好，苏玲表现也很正常。但苏玲接下来的操作直接气哭野培组，她要么出去浪好几天都不回家，把云慧饿得嗷嗷直叫，要么就叼着云慧漫山遍野的拖行。好好的一个熊猫幼崽被她养成了小耗子。考虑到云慧的安全，野培组多次会议讨论决定，把这对母子从山上紧急撤了下来。官方吐槽也相当搞笑，苏玲只顾自己玩耍，不常带崽，从而被取消野化培训资格。但苏玲回到基地后，带娃态度却出现2极反转，那叫一个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。这可把基地气得够呛，连夜将他拉入野培黑名单。最近火爆全网的包浆小矿工苏梅苏探就是他的崽。高老爷的二女儿珍珍则被安排参加野外引种计划，珍珍更是奇葩，凭借一己之力戏耍了整个野培团队，让他去野外钓南熊，他却不务正业，一心只想做村主任，大摇大摆的去老乡家里挨户串门骗吃又骗喝。我把我关了就算是。关了就算是。国宝关就算关不得哦。这烫我这腰哦，这个。村民碍于他国宝身份，只能好吃好喝的招待。谁知珍珍竟赖在村里不肯走，招猫逗狗的玩得不亦乐乎，把自己任务早抛在脑后。后来野培工作人员给村民交代不要给他吃的，珍珍见在老乡家里再也捞不到好处，就骂骂咧咧的走了。谁知他竟搞掉脖子上的定位项圈，玩起了失踪。这可吓坏了工作人员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满山遍野找了他将近2个月，最后还是在老乡家里找到了他。把工作人员气得连夜将他带回基地，并拉进野培黑名单。珍珍带娃也同样奇葩，别人家都是宝宝调皮挖煤，而珍珍是带着宝宝一起挖煤。看他们母子3雄都是黑黢黢的，都分不清哪个是宝宝，哪个是妈妈。他们之所以会这样，肯定和高老爷有关系。可能他们老高家真有高氏儿女永不上山的家训呢。